不行不行，没事，拉不动他，你拉不动他。孩子，你一个人到我们乡下来，你城里爹妈同意吗？他们知道吗？您放心吧，他们同意，他们都知道。你城里爹妈呀，就是水平高。哎，走，咱们回家去，回家去啊！走走走。旺财啊！啊，这谁呀？这是我家三娃子。哎呀，你说的三娃子。你看看。哎呀，三娃子。哎呀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呀，小伙子。哎呀，你瞅瞅三娃，你瞅瞅。这就是他说的三娃子。哎呀，这就是咱们家的老房子，又脏又破，和你城里的家呀没法比呀。进屋进屋，哎，进屋进屋，快坐快坐，炕上坐炕上坐，哎。天太热了，喝点水，孩子，哎，喝点水。爸，我来的时候准备了2000块钱，您留着用吧。这钱我不能要，你来看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孩子，待会儿啊，找个人把你姐和你姐夫叫来，咱们全家一块儿啊吃顿团圆饭啊。好，等吃过了团圆饭呐，你就乘末班车回去。省得你城里爹妈担心啊！我想在这儿住一个晚上。哎，你还是回去吧，你城里爹妈会惦记的。乡下条件太差，你住不惯的。哎，孩子，喝水，喝水啊！孩子，走，咱们到地里呀，去摘点青菜。给你城里爹妈带回去，让他们尝尝，再到供销社打几斤酒。走。还真热。爹，山娃子回来了吗？孩子，这是你姐姐。山娃子，我是你姐，就是姐。姐。哎，我苦命的弟弟，26年了，你总算回来了。这是你姐夫，刘大黑。姐夫，三娃子。好了好了，这一家人总算都见上面了。家去坐，家去坐。啊，你去买点酒，去买点酒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多买点肉。好嘞，哎，乡亲啊，待会儿都过来啊，都过来坐坐。旺财，走，旺财来坐手，我们搭把手，搭把手去走。玩。来，大伙干，来，快点，坐，坐来，坐，小东啊，你也坐。旺财呀，你说你多有福气呀！13了26年的儿子竟然找到了。你说这不大喜事吗？哎，这次三娃子回来，把你带成城里去，享福去了呢。是不是？你看三娃子多俊呐，就像刚从电视里走出大明星一模一样的，是吧？哦，回来了，原来对，谁来了？是。太师，今天可是我们赵家大喜的日子，来，今天的，你也跟三娃子喝一杯。好。三娃子，给你姐喝一杯。三娃子，姐敬你一杯。多好啊！大伙一块吃，来，大家都动筷子，来啊！快吃，别客气。大黑呀，给你大爷大白倒酒啊！好嘞。这姐做的菜可香了，吃遍天下呀，
跟你讲，还是老家的菜最香。等，三娃子，你不嫌贫爱富，思想好，是个孝子。今天你应该敬你爹一碗，这在咱这儿叫认爹酒。对，啊，认爹酒是不是？爹，哎，来，大伙快来吃！爸，你看这，我走了之后，你要多注意身体啊。没事儿，要多休息，多吃点东西啊。放下吧，爸，这有些钱，你留着用吧。来，别，孩子啊，你长这么大了，能工作挣钱，有出息，爹心里高兴啊。可这钱我不能要，我一个人在乡下花不着什么钱的。爸，你拿着啊，拿着。别，那我就留一张，是这么个意思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好了，爸，以后我每个月都会给您寄钱的，我会让您生活过得好一些，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。孩子啊，你有这份心，我就知足了。这都你城里爹妈教育的好啊，可我不能给你添负担呐，孩子，你懂我这个意思吗？爸，您上次去我们家的时候，不是叫我三娃子吗？怎么现在不叫了？叫错了，我不该叫你三娃子，我一天也没有养过你，我不配有你这么好的儿子啊！爸，是医院弄错了，也怨不得您啊。再说了，你父母的条件这么好，你能落到这样的人家，是你的命好啊！我不该去找你呀，这不给你们家添乱，这不让你为难吗？哎，车来了，孩子上车啊！车来了，孩子上车吧。回城以后啊，好好工作，以后就别到乡下来了。大早去哪儿啊？我跟徐斌约好了，去新开的东方商场。你要去逛商场？对呀。谁带你去啊？徐斌。行吗？行。可不许乱买东西啊！知道啦。董事长。哟，徐斌，徐斌你来啦。阿姨。孩子啊，这么有爱心，阿姨得好好谢谢你。阿姨，你不用谢我，只要你允许让我带小萌出去，我得好好感谢你。那我把萌萌就拜托给你了。你放心吧。妈妈，我们走啦。哎，爸爸，拜拜。早点回来啊！知道了。徐斌这个孩子啊，心眼真不错，你看像小东一样照顾妹妹。哎，停停停！有喜欢的吗？你看那个怎么样？
那个呀，还成吧。许斌，你是不是问过我有什么愿望啊？对啊。我的愿望就是全世界都变成小人国。变小人国干嘛呀？这样我买东西就方便了呀。小东回来。爸，妈，这是我亲生父亲让我给你们带回来的。小东啊，你到金州县去看你的亲生父亲，怎么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？刚才我跟你妈妈商量过了，关于你的事情，今天必须要说清楚。你究竟是认赵旺财为父亲呢，还是认我们做父母？一定要有个结论。爸，妈，赵旺财他是我的父亲，可你们也是我的父母啊。我没有其他办法去选择，我哪一方都不可能舍弃的。再难也要做个选择，两者必居其一。这件事情不能含糊，否则后患无穷。老乔，别吓唬孩子。小东啊，人都是肉长的。赵旺财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但是你想想啊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过一天，更谈不上他养育过你了。我们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，但我们养育了你26年，我们一直是把你作为我们的亲生儿子来对待。这一点我心里清楚，所以直到今天，我还是把你们当做我的父母。但是孩子，你不要一见到赵旺财你就犯糊涂啊！他哪里知道做父母的艰难呢？你还记得吗？你1岁的时候发烧发到40度，是爸爸骑着自行车驮着你和我送你去医院抢救。爸爸可是3天3夜没有合上过眼睛啊！你不要说那么多了，就一句话：养育之恩，重于泰山。爸，妈，这26年的养育之恩，我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，我这一辈子也报答不尽的。可是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关心一下我农村的亲生父亲呢？这不是感情问题，这是法律问题。法律是不承认一个儿子2个父亲的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看中了血缘，那么法律就会保护你和赵旺财的父子关系；如果你看中的是养育之恩，认我们做父母，那么要通过法律的手续来确定这种关系，你懂不懂？可是我要的是亲情啊，我不要什么法律。其实你不是不懂，你要的是血缘，不要亲情。爸，我不是这么想的。孩子，我和你的爸爸是为你的前途着想。你也想想看，如果你真的去做了乡下人的儿子，那我问你，你是去种田呢，还是进城来当农民工？妈一想到你以后的这种处境，都快心疼死了。你让我们还怎么活呢？好了好了，不要说那么多了。既然他愿意到乡下去做农民的儿子，那就让他去。走吧，走吧。这空气怎么这么浑浊啊？哟，徐斌又给董事长送文件。对。哎，麻烦你把门给我带一下。好。
会儿和乔胜利谈话呢，就一个中心，就是要跟他结婚。他提出任何交换的条件呢，都不要答应，时间控制在30分钟之内。可是他不同意我跟他结婚啊。现在的情况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，其中的奥秘我以后会告诉你。好吧。董事长，这位女士找您。你怎么突然急急找到这儿来了？这又不是你家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这个办公室是人来人往，电话不断。我看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。换个地方，我不换，还是这儿安全。安全？嗯。你跟我在一起有危险。不，自从上次咱们俩见面以后，我差点被人害了，难道你忘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现在也没搞清楚。这事儿难道要问我吗？应该问你吧。问我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好了，乔，今天我来不是跟你谈这事儿的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。什么事？我要跟你结婚。结婚？哎，徐斌，董事长办公室那女人谁啊？我哪认识啊？我刚刚在走廊里碰见的。你也不认识啊？我也从来没见过。哎，这女的看上去气质不错啊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得小心点。这女的说不定是董事长那个……哎，别瞎猜。董事长个人生活非常严肃，我跟他这么多年，就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绯闻。其实我是对你动了真感情的，而且久久不能忘怀，要不然，怎么3年过了，我还奋不顾身地回到你身边来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其实你跟胡平早就没有了感情，要不然你怎么能爱上我呢？难道你打算把这不幸的婚姻维持到底吗？我已经习惯了，况且儿女们也已经大了。儿女们长大了，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事儿，他们也不能总陪着你啊。我的儿子，胜利，咱们也有个儿子，那是咱们俩的爱情结晶。你想想，咱们3个人在一起该多幸福啊！你知道，我这一生并不完美。乔，我会让你变得接近完美的。我知道，罗英啊，结婚的事我会认真的考虑的。真的？对，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儿吧。啊，我会跟你联系的。来，我送送你。嗯。你跟他谈怎么样？他终于答应考虑跟我结婚的事情了。有2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呢，就是在敷衍你，然后伺机除掉你；第二个可能就是他真想跟你结婚，不过呢，要先跟胡平离婚才行。这个有难度，所以你也不要太乐观了。知道了。还有呢，你以后出来的时候啊，要注意点，看看周围啊附近有没有人跟踪你。情的结晶，你想想，咱们3个人要在一起，该多幸福啊！
妈3分钟去哪儿？妈，小东，你要是去金州县，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。我不去锦州县，我去音乐工作室住几天。哎，我们都说不了你了，是吗？爸，你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出去住吗？我想静静的想想事情。小东，你不能到外边去住，要是被赵王才知道了，他肯定会缠着你不放的。妈，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小东，你也太没有出息了吧！啊，遇到一点挫折你就离家出走，你无非就到王大红的女人身上去找到安慰吗？爸，我不是要去找安慰。对，你们说的对，我是没有出息，所以我才从今天开始就要改。我以后不会依赖任何人。那不行，这么说，你真的想跟我们摆脱关系？妈，爸，我没有想跟你们脱离关系。你们养育我这么多年，你们是我的父母，这一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哎，我们的话他一句都不听，他不让我们管，我们不管，随他去。但是我们不能不管。我跟你说，他不让你管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你这不是自作多情吗？小东，走。小东。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啊？我能有什么打算呀？先想办法挣钱吧，起码要自己先养活我自己，然后再尽我的所能，让我自己亲生父亲的生活能够过得好一些。那你这边的父母呢？打算脱离关系啊？不会的，毕竟他们养育了我20多年啊，这种情分，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的。可是，如果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，我想我还是会主动离开。无论你怎么做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别再难过了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。我会的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陆雪，你过去认识的那个无忧无虑的小东，他已经不存在了。我以后人生的道路会非常的艰辛。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，不要因为我把你一生的幸福都耽误了。我不许你这么说，你别想把我从你身边推开。我这一辈子啊，就依赖着你。怎么来了？都几点钟了，还不赶紧回家？小东，那我先走了，明天再来看你。我自己不会回去啊，非得让你来喊我。老爸也是为了你安全着想，你看现在几点钟了，啊？你就是不想让我和乔晓东在一起。深更半夜，孤男寡女的在一起，成何体统啊？原来我和乔晓东天天泡在一起，你也不反对啊？不但不反对，你还帮着加油呢。那是老爸一时糊涂。你才不糊涂呢！你原来喜欢他，就是因为他是乔胜利的儿子。现在呢，他变成农民的儿子了，你就180度大转弯。
典型的势利眼。萱萱，人生道路该转弯就得转弯，直来直去，前面是火坑，你要往里跳啊！我不转弯。不转弯，不转弯，你想怎么着？我不会离开他的，我要嫁给他。萱萱，萱萱，这材料呢，大家看一下，然后呢，下午咱们开会。来，喂，小慧。啊，好啊，那我现在就过去，咱们中午呢一块吃饭。小慧姐，哎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挺好的吧？还好吧。我最近在做直销。直销？我卖肩周炎治疗器。老板虽然说卖一台给30%的提成，但这种机器太难卖了。我这个月才卖出去2台。是吗？那你就换个工作呗。小慧姐，我就是来求你帮忙的。我还想去上次那个厂里去工作，我觉得还是当工人安稳一些。小慧姐，你能再帮我一次吗？行，没问题。哎，可是这次说好了，你可不能再像上次一样想跑就跑了。哎，你不是在城里有一个哥哥吗？怎么一直都没找到啊？我才不找他呢，他又不管我。他在哪儿工作呢？好像在胜利集团吧。胜利集团？他叫什么名字呀？他叫刘成，比我强多了，读过大专。那你怎么不好好读书呢？我家里没钱嘛，我们全家省吃俭用的给我哥读完大专，到现在还欠一大笔钱呢，哪还有钱再让我读书呀？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怎么认识林小慧的？哦，我那次来报社登卖身救父的广告，我就认识他了。你登什么卖身救父广告？你怎么了？你登卖身救父广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以后不许再来找他。为什么？哎，小慧姐还说给我介绍工作呢。没有为什么，你以后不许再来找他。哥，怎么啦？还有一点呢，以后啊，要是在公开场所，你不能管我叫哥。为什么？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呢？我跟你说的都是对的，你就听我的，没错。这钱呢，你拿着，给自己买点东西。拿着呀，不许再来找他。快走。想吃什么呢？咱们再点。哥，你现在吃饭可以报销了吧？你以后每个礼拜都请我吃一次，好不好？我们的饭跟猪食一样，难吃死了。好，没问题。下回再想吃饭，给哥哥打电话，什么时候都行，啊。不过你以后呢得听话，别到处乱跑，乱找什么人啊？有什么事儿你找我不就行了吗？找你，每次找你，你不是开会就是应酬。再说了，就算找着你了，我的事儿你会管吗？我当然得管了，你是我妹妹，你的事情我不管，谁管啊？我才不相信呢！你现在全身穿得这么高级，眼里怎么会有我这个乡下妹妹啊？改天找一个时间，哥呢领你到商场去，你喜欢什么衣服就选什么衣服，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你在这马路上一走呢，所有的这小伙子都看你，肯定让你回头率特别高。真的？哎，我上午跟你说的话，你可得记在心里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社会的复杂性呢，你是一点都不了解。哥哥啊，现在正在做一番大的事情，你做事情呢，就会得罪一些人，结下一些仇人，所以方方面面的事情啊，你都得注意。小慧姐也是你仇人啊？不可能，她是个好人。有些事情呢都说不准，我建议你呢，最好不要在城里面待着了，
赶快回家去。为什么呀？我在城里打工赚钱，碍你什么事儿了？你打什么工啊？我不需要你打工，你赶快回家去。爸妈都在家里，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，你在旁边也能伺候伺候。等哥哥这边事业呢都稳定了，把咱们全家人都接到城里面来，好好享享清福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我才不相信你呢，你就会骗我。骗你干嘛？我跟你说啊，明天就给我回家去。我就知道你请我吃饭没安好心，没良心，吃穷你！阿青这个丫头留在城里是个极大的隐患，一定要把她弄回乡下去。成大事者，不可以心存妇人之仁。林小慧的利用价值越来越小了，可她是市长的女儿，得罪不起。距离，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，不冷不热，若即若离。累不累？不累，快走吧，还有不到20分钟了。好。刘璇。啊？你每天陪着我这么赶场，太辛苦了，先回家吧。哎呀，辛苦什么呀？我这不是每天陪你玩呢吗？快点上车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摆平他。早点休息啊。老爸，挺像神探的嘛，跟得还挺紧。谁跟你开玩笑？啊？人家跑场，你当车夫，你有病啊？啊？我就是有病，相思病。我一天见不着他，我都难受。我拿你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你不害羞？我找小东去。站住！你要是敢去惹他，我明天就敢跟他登记去。阿姨早上好。小万，我想跟叔叔说点事儿。好，那我先去忙。有事你再叫我。哎，老乔啊，昨天有人告诉我件事儿，我没敢告诉你，但是我想想不告诉你不好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小东为了挣钱，每天晚上都在酒吧、饭店弹琴。是吗？你想想，我们家的孩子在外面靠卖艺为生，这样传出去，我们会没有颜面的。随他去吧，让他体验一下做农民儿子生活的艰苦，他就知道我们对他是一片真心了。你不要随他去，随他去。我问你，你真的对你这个儿子不在乎了？我是乔胜利，你怎么样？我想周末去看看你，看看我们的儿子。当然了，
自己的亲骨肉哪有不想的？那咱们就这么约定了，周末见。好。谁呀？哎，麻烦你，我问一下，刘青是住这儿吗？是，祝你有福。谢谢你啊。小香，啊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周乐哦，昨天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啊，我找2个人送你回家。回家？对。现在啊？这钱啊，给父母捎过去，问他们好。这么多啊？几千啊？也别管几千了，交给你了。回家。哎，我不回去，哥。哎，哥，放开我！你看我回去不告你，我叫咱爸打死你！赶快上车回家。我明天就回来，我看你把我怎么着。你干嘛？让你回家你就回家嘛，你这么啰嗦，听话，快。哥，你没良心！哎呦，王大红，我现在一看到你来，我就心动加速。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不是激动，我是心慌。我知道你一出现，我们家肯定不答应。虎平，我听说小东找到他乡下的父亲了。知道就好，不要外传。哎，你和老乔是不准备认这儿子了？谁说的？小东已经离家出走了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？不是我们赶他走的，是他自己要走，他非要去认那个农村父亲。血缘关系最重要，这叫血浓于水。我看啊，小东你算是白养了20几年了。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怎么和我没关系啊？我女儿再怎么说也是千金小姐呀，糊里糊涂的嫁给一个乡下人做媳妇儿，那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怎么就这么市侩呢？前不久你还说你喜欢小东，要支持他搞音乐。打住打住，啊，我们都是很现实的人。当年你和我都谈婚论嫁了，你不是也反水了？哎，好了好了，这是什么地方呀？又来说这些，烦死人了你！好好好，往事咱不提。但眼下事我不能不管呐。乔晓东只要不再姓乔，他在我眼里一钱不值。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？我讲的是大实话。咱们换个角度考虑考虑，啊，假如一个农民的儿子要娶你的女儿做媳妇，你会同意吗？有你这么打比方的吗？不错，小东是农民生的，但他自小是长在我的家里，我们乔家培养养育了他26年。他身上的修养气质和他的生活习惯，跟农民早就脱胎换骨了。他哪点像乡下人呢？听你说话的意思，你和乔胜利准备认这个乡下人的儿子做干儿子了。我们家的事情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没讲实话。你刚才还说他到乡下去找他的亲爹去了，就是因为这一点，你们不要他了，把他赶出家门了。我们家的事情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在我的心里，小东永远是我的儿子，我永远是他的母亲，我们母子关系是谁也打不散的。这么说，你和小东还是常见面了？当然，
那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想让你给小东说一声，以后啊，不要再缠着我的女儿了。我不会给你带这个话的，因为我早就跟你说了，孩子们的恋爱我不管。你呀，过去死乞白赖的要把你的女儿塞给我们家小东，现在翻脸不认人，你小人一个。和平啊，咱不要讲大话，啊，要说小人啊，咱们两家是一样的。我可以事先声明，只要你们乔家认乔小东做儿子，办完法律手续，我王大红啊，我吹喇叭，我抬轿子，我把女儿送到你们乔家。我把话说到这儿啊，撂在这儿，你和乔胜利，你们好好想想。哎，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就知道在你们乔家，乔胜利做主，什么事儿都他说了算。他才不会像你这样考虑问题简单呢。他绝不可能叫一个不三不四的乡下人来继承乔家的财产。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啊，我糊里糊涂的嫁给乡下人，我不冤死了？你要怕你女儿吃亏上当，你回去管好你的女儿，让你女儿断了跟小东的来往，你不就满了意了吗？爸，你总不能天天这么看着我吧？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天天在这儿守着，我晚上我不让你出门。限制人身自由，这是犯法的。哎，你上法院告我去，告你亲爹呀！你这人还真不讲理。我明天下班不回来了，我看你打我怎么办？小东的房子是我租的，我明天我就给他退了。那我就再租一间，我搬去跟他住去。你有钱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明天我就把你的婚纱店给你砸了，我让你和小东去喝西北风去。好啊，那我明天就去跟他登记结婚，我搬到乡下当农民去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哦！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，我还指望着风风光光的找个女婿上门呢，你非要嫁给一个农民的儿子，你让老爸的脸往哪搁呀？我交男朋友是我的事儿，你管不着。嫌我是个女儿，想要儿子是吧？你找个女人给你生去啊，我还不管你了呢我。不是，你们这爷儿俩在吵什么呢啊？我这一进门就听见了。明明，又惹你爸生气了吧？大明，你是他叔啊，也是长辈了，你就给劝劝他，啊，他现在脑子转不过弯儿来，死活不和小东分手。哼！萱萱，你说你也挺大的姑娘了啊，这么点道理怎么不明白啊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对不对？你嫁给乔胜利的儿子，那叫高攀，那你要嫁一农民呢，那不就是下嫁吗？俗，还拿这种旧观念来说事儿，不嫌自己老土啊？对，你说我呀是个俗人，哎，但是这旧观念有时候就是硬道理，对不对？哎，现在不是提倡传统文化吗？对了，传统文化啊，听见没有？传统文化，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：小孩得听大人的话，懂不懂？净胡扯，没文化。哎，你叔呢文化是差了点，但是你老爸不差吧？百善孝为先，讲的就是女儿一定要顺从和孝敬父亲。你说的是，他没说到点儿上去啊。对，我没文化，我说不到点儿上。你忘了你那会儿下乡的时候了？哎呀，跟个文盲也差不多。我再怎么也比你强吧？我回城以后，我是复习考大学的，考上了吗？哎，我差3分。哎，女儿。行了，哥，这问题的关键不在咱们家若萱。什么意思啊？咱家这闺女啊，就喜欢个情啊爱的，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。这关键是那男的。你
那意思要从小东这方面下手。你也别着急上火了，明儿我帮你把这事儿办了啊。行。哎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哦。哎，这2天啊，那徐斌老跟曹铁他们混在一起，还打得挺火热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哦，有这事儿。徐斌这小子鬼头鬼脑的，你可得要注意啊。程露营啊，程露营，你竟然向我隐瞒了一个重要的事实。没有啊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你跟乔胜利有一个儿子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啊，这是个人隐私，就没有必要说了吧？这是隐私吗？我现在是在帮你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告诉我，你让我怎么帮你？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告诉过你，该知道的呢，我全会知道。你明天是不是还打算跟他见面？连这你也知道？你打算跟他在哪儿见面？我想就在外面随便找个地方得了。随便找个地方。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你明天就在你老家的房子跟他见面。你不是说那儿不安全吗？我已经接触到。没什么不安全的，王大红那边我已经摆平了。你现在跟我去看看那房子。赶快，把房子里面呢东西呢该清理的清理，好好的收拾一下。你有你儿子照片吗？有。都给他挂出来，那乔生一来呢就可以看到，对他心理上有一种震撼。可是要跟乔胜利结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，他曾经也无数次答应过我，可是也不了了之了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情况不一样，你懂吗？不就是个私生子吗？又能拿他怎么样？我想乔胜利的意思无非是拿钱了事儿。我看咱们还不如……我告诉你一个准确的消息吧，现在乔胜利的儿子乔晓东根本就不是他亲生的。啊？有这种事儿？所以你知道了吧？如果说乔胜利现在知道你这儿有一个他的亲生儿子，对他来说有多重要？我知道了。明天啊，你就照着我跟你说的那个思路去谈，一定要跟他结婚，绝不能让步。只要你跟他结了婚，你就可以分到他一半财产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儿子呢？啊，我为了安全考虑，把他放在一个亲戚家了。明天乔胜利过来，要带来见见吗？见，一定要见。不过这事儿还得好好想想。啊，那我带儿子过来，安全不会有问题吧？不会。小乔，明天我们还是抽个时间去看看小东吧。这才几天啊，就不忍心了。但他在我的心目当中，总还是我的儿子。见不到他，我不放心。等过几天再说吧。等他尝过了离家出走的苦头，他自己就会回来。嗯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理什么衣服啊？我明天要到外地出差。妈，妈，不客气了。你知道妈有多牵挂你吗？妈，刚才您听这么沉的东西，累坏了吧？妈，这个狠心的孩子，你真的撇下妈不要啊？啊？你知道妈有多想你啊？来，让妈妈看看你，让妈看看你。妈，其实我也想您啊。你在这里过的什么日子啊？你何苦呢？妈，其实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。我现在
自己挣钱养活我自己了，比原来在家里整天游手好闲的强多了。你好什么好啊？妈看见呀，妈看见你在吃着方便面。你说说你自己，你现在瘦成什么样子了？啊，你瘦成什么样子了你？妈，您先别着急呀，您总把我当小孩看。妈上次说话可能是说重了一点，你是妈气了吧？妈，这怎么会呢？其实我呀，也就是嘴巴硬，心里可惦着你呢，就怕你走了以后，就真的不回来了。妈，我能跑到哪儿去啊？就算是跑到天边，我也会回来看您的。小东啊，有你这句话，妈就安心了。妈知道你是个老实的孩子，说话算话的。你也记着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情况，我都是你妈。无论以后你会遇到什么问题，只要你跟妈开口，妈会帮你的。嗯。你既然现在下决心要搬出来住，打算自立，妈妈想通了。我们家条件太好，孩子在家里住也很难成大器。爸爸有的时候说的话呀，是严厉了一些，但你想想，他也是有些道理的。小东，答应妈妈，千万不要记恨爸爸，啊！妈，我不会恨爸爸的。爸爸对我的很多教导，是我自己没有好好去听。其实爸爸在我心里，一直是个英雄。他白手起家，奋斗了几十年，从不会认输，事业越做越大。其实我从很小开始，就打心里的去崇拜他。要跟爸爸比起来，我就是个废物。爸爸这个人呐，就是要面子。这2天他也在气头上，我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。等过阵子，妈妈找个机会也好好劝劝他。我不希望你们父子关系闹那么僵。记住，爸爸心里是有你的。妈，你放心吧。有件事儿，我希望您能帮我告诉爸爸。胜利集团那20%的股份，我是绝对不会要的。但是我愿意一辈子做他的儿子，叫他一声爸爸。小东，妈答应你，我转告他。妈。妈，虽然我现在有了一个农村的亲生父亲，可是妈，我希望你们还是能把我当做乔家的人。妈，我喜欢你们，喜欢您、爸爸、妹妹，还有爷爷。你们都是我生命中最亲最亲的人了。我离不开你们。我的好儿子。妈。
行了。求生力来了。不要紧张，就按计划的办。狐狸，你来啦？啊，你这儿挺清雅呀。还清雅呢，又破又旧的，这都是我祖父留下来的老宅子了。没关系，修一修，将来退休了，我在这儿养老。你一世英雄，到老了也会不甘寂寞的。走，屋子里坐去。儿子，这是我的儿子吗？咱们的儿子帅不帅？虎父无犬子啊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小名叫程程，大名啊让你来起的。好，让我好好的想想。他人呢？他今天是主角，怎么能够轻易登场呢？哎呀，你别让我着急了，赶快让他出来。你把他藏哪儿了？你把他藏在哪儿了？他在我姑妈家呢，一会儿啊就带他来见他老爸啊。好，罗云，这么多年让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你受苦了。但是母亲的心酸是3天3夜也说不完。胜利，我的苦日子熬到头了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让你受苦了。我答应跟你结婚，我说话是算数的。不过你要给我一点时间，跟胡平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。我也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。可是我实在是受不了，真受不了。好，我快要坚持不住了。好，陆云啊，你给程程打个电话，让他来见我，好啊？我这就去打电话。喝水吗？不喝了。喂，哎，姑妈，程程呢？啊，在往医院去的路上，发烧39度。这，好好，那我知道了。哎，你赶快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底在哪个医院。行，这找了半天怎么都没人，真是的。哎，姑妈，你们在哪儿啊？我找了半天。啊？是在2分院啊？哎呀，我在总院呢。好了，知道了。哎，那咱们赶快去吧。我想了想，你也没见过孩子，这次你还是别去了，回头我再安排时间吧。也好，有事跟我打电话。哎，那先走了。哎，停啊！现在乔胜利呢，终于同意跟程露营结婚了。那我们现在啊，只要牢牢地控制住陈露营，就能够夺取乔胜利的大量财产。这就叫智取乔胜利，是吧，兄弟？那是，要不现在怎么叫知识经济时代呢？哼。王大红。喂，王老板。今天不行，我有点事情过不去。明天吧，明天我过去。好，再见。他打电话找你干嘛？他没说，看来我明天啊，得过去他那边一趟。徐斌，我撂一句话给你啊，我们兄弟现在3人都是桃园3结义了，
你要是脚踩2条船，那我之间就不答应。我要是有2心的话，你们2个人呢，可以随时要我的命。好了，严重了啊！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些话要说到前面吧。说得好啊，先礼后兵嘛。老铁，有一件事情呢，我还得跟你说。王大红兄弟啊，现在是我们制服侨生里的一个很大障碍，但是他们手里呢有一张王牌，就是王侨2家的婚事。这2家一旦联姻了，我们可处在下风了。徐斌，这件事我去办，非他妈拆散了这对儿女亲家不可。我想这样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倒是可以用一些非常一点的手段。放心吧，兄弟，在这个地界上，玩这套谁也不行。我妈电话。喂，妈，阿青他不能来，你们就在那边好好待着吧。我这边还有事儿呢。好了，改天再说。你跟我爸多保重身体啊。没事吧，徐斌？没事，我妈送我的孙啊，回去。来，坐着继续聊。来，青儿，这2天地里活忙，你呀去帮你爸干活啊。哎，我不去。这孩子，这大热个天儿啊，你爸一个人在地里头干活，你就不心疼啊？妈，这外面太阳那么大，我出去晒得跟煤球一样黑，才不去呢。哎，你又不是城里的姑娘，你黑点怕啥呀？我怎么就不能做城里人了？我才不要做一辈子乡下人呢。城里好，城里人养得白白净净的啊，坐到办公室等着发工资。妈也想当城里人，可是你哥昨天电话里说，那不还得等2年吗？你别信他，他现在心里只有他自己，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个家。哎呀，不会的，你哥呀，他不会。他要是挣着钱了，他肯定能把咱们接到城里去。妈，你要和爸再不管管他呀，估计就要到牢里去找他了，还想跟他进城享福呢，做梦吧！你说什么？青儿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把这话说清楚。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青儿，爹，哎，快，青儿，青儿，你把刚才的话说完。你说你刚才说的是不是气话？什么？我说的才不是气话呢，这话我都憋心里好多天了，都没敢跟你们说。那你倒是快说呀！你哥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哥现在啊走上黑道了。走上黑道了？你没有搞错吧？错不了，我在城里打工打得好好的，根本就不想回来。我哥派他手下拿刀架在我脖子上，硬逼着我回来的。你们别不信啊，我哥啊肯定在城里干坏事呢，他怕我知道，所以才把我赶回来的。哎呀，阿成要是再做坏事啊，那他这辈子就算毁了。是啊，我看啊，真得好好管管他了。管他怎么管啊？除非咱们全家都搬到城里去，跟他住一块儿，要不然怎么管他？哎，东伟，阿青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啊。是啊，走，进屋商量商量。哎。两位老总，早上好。徐斌啊，我们发工资给你，也不让你来上班，你是不是得替我们办点事儿啊？坐。我还是坐这儿吧，这样咱们近一点。无功不受禄嘛，拿了你们的钱，我肯定为你们办事儿。你看看，这是东方新城3期工程实施计划的具体方案。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大明，咱得好好研究研究他。徐斌，你这事儿办得不错，可是这么长时间也就办了这么点事儿，你这办事效率太差了吧？这份材料在我们公司是绝对保密的，
为这事儿我花了不少心思，我请别人吃饭喝酒，我一天到晚我跟个特务似的。你吃饭喝酒能花多少钱啊？我给你。我问你，那程露莹的事怎么着了？乔胜利呢，一直都没提过这女人，所以这事儿挺难办的。徐斌，再接再厉，挖出程露莹，我有重奖。好，我一定。曹总，哎呦，两位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啊，哎，对，别整这个啊，跟你唠唠嗑。来，请坐。哎，老铁啊，这把我处罚了赵志坚，你心里不痛快是不是？大明，你想我能痛快吗？我跟志坚俩情同手足，你处罚了他，这不等于弄我一样吗？那兄弟归兄弟，那规矩就不要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把大红可是大人有大量，提出让你做宏大集团副总裁，怎么样？这个副老总我可以做，但是你们跟乔胜利勾勾搭搭的，我就是看不惯，我就会反对的。老铁，这怎么能是勾搭呢？啊，这是我们之间的合作呀，对双方都有利，这是双赢啊！双赢，大哥，不要说瞎话了，还双赢。乔胜利不给你好处的话，你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乔胜利的儿子乔晓东吗？老铁，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我可是一直反对这门亲事的。小东追求我女儿啊，轩轩一时头婚，和他做了几天的朋友。但是我已经快刀斩乱麻，让他们断了关系了。断了关系？据我所知，乔晓东还住在你给他的房子里，若轩每天晚上跟他泡在一起，这就断了关系啊？事情总得慢慢来嘛，啊！小东，他不是乔胜利的亲生儿子，他是个农民的儿子，我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他呢？不是老铁，你老盯着这事儿干什么？那大红跟乔胜利有夺妻之仇，我们能跟他结成亲家吗？好，我不顶。但是大明，我提醒你一句，谁要是把弟兄们的利益拱手让给乔胜利，别说我曹铁翻脸不认人。乔晓东啊，委屈你了啊，帮你搬个家。你们什么人啊？啊，我们是受王大红王总的委托，来帮你搬家的。搬家？我往哪儿搬啊？搬回你们家的豪宅啊。我不回去，我就住这儿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这房呢是王总花钱租的，昨天他已经退租了，你不能住这儿了，知道吗？退了。哎，我能不能还2天再走啊？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赶紧搬！可你们总得让我找好了地方再搬吧？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啊！来，哥几个帮帮他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都住手！不用你们动手，我自己会走。
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我想问您一下，乔晓东有没有来过？乔晓东就是弹琴的那个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女朋友。啊，他说今天晚上没有地方住，在我这儿住一晚上。是吗？啊。他在哪儿呢？瞧，在那边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若轩，小东，你醒了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要一辈子跟你形影不离。饿不饿？我们去吃早点。走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是我爸把音乐工作室的房子给退掉了。没什么，那个房子本来就不该是我住的。而且话又说回来，我现在哪有资格去搞什么音乐创作室啊？那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是想回家吗？不，先在外面找间房子住下来，还是弹琴挣钱。以后的事儿，我现在不愿意去多想。别的不用多想，不过你得多想着点儿。我拿什么想你？我现在只能为了自食其力而去奔波。你不想和我在一起了？若雪，我们的事还是以后再说吧。你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去好好的想一想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给不了你，我凭什么跟你在一起？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啊，反正我们现在还年轻。若雪，照顾好自己。小东。
东，上车。我习惯走路了，我陪你一起走。我不想拖累你。小东，你真的狠心撇下我不管啊？我不是心狠，我是真的不配。有什么配不配的？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又不是你的身份。若雪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两个如果在一起了，以后的路会很艰难的，这个你想过吗？有什么艰难的？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现实，一点都不浪漫了？可是浪漫是需要本钱的。你错了，浪漫又不是浪费。你以为每天去高级会所骑养马、喝蓝山咖啡，这就叫浪漫吗？你应该懂得，只要我们两个人心心相印，哪怕我们每天坐地铁去上班，哪怕每天1块钱1块钱计算着过日子，我们的生活依然会很充实的。真的没想到，这些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。我被你气死了。走了，去租房子。进来。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。小东，其实我知道你是放不下我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就是因为这盆石斛兰，你都居无定所了，还带着它四处奔波，也不舍得把它扔掉。我是不会让它枯萎的，因为这是你送给我的。它象征着一个男人的品质，我还等着它开花呢。小东，这房子虽然小一点儿，不过我们俩亲自动手的话，一定会弄得很温馨的。是啊。可是你爸爸，他会同意吗？我们俩结婚的事儿，干嘛让他同意啊？只要法律批准不就行了吗？若雪，你真的愿意跟我结婚吗？现在？对啊，愿意啊。我还要给你生个小 baby 呢。陆云啊，程程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好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是啊，我也是吓坏了。幸亏是个病毒性感冒，已经出院了。出院也不能大意，要增加营养。我知道。哎，胜利，你跟胡平离婚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？离婚？这事不能急，欲速则不达，要分步骤进行，要有理有节。喂，胜利集团，我是徐斌。结婚？我祝贺你们。下班以后我马上